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跨时空的流浪者之歌。今天讲的是第3集，叛道与蜕变。每一次艰辛的蜕变，都是一次灿丽的成长。在前集中，我们提到了漂泊者辛克莱跟玛丽安娜叙说，他在东方之旅中经由跨时空之乡转世为世家子弟悉达多，而悉达多为了求道，与好友甘露离家出走，跟苦行修道人到山中去学习修行。在修行中，观想法门是最玄也最长、最费时的修炼。当你看到野兔时，你可以将自己的灵转入到它身上；当兔子被野狼吞吃时，你的生命也就同时死去。而秃鹰来捡拾你的残骸后，你化为细小的骨渣，散落在你所出生的草地上。不久，你再出生，又再为兔，吃着由你的骨渣所滋养的草，如此生生不息的循环下去。你也可以把自己转灵到狼、鸟、树木、河流等等各种生命去，因此你就会跟宇宙融合在一起。老沙门们也教悉达多他们如何施法术、念咒语，来替信徒做忏罪、消业与祈求福报。春去秋来，转眼间已修行了2年多，悉达多跟甘露也进入青年期。这时他们已像是2只蓬头垢面、瘦骨如柴的流浪狗了。有一天，悉达多问甘露：“甘露，你觉得我们有学到道了吗？”甘露说：“悉达多，你学得比我快，好又多，老沙门们很赞赏你呢。可是我发现，静坐观想、舍去身相、斋戒断食等等，都只是在短暂的麻醉自己而已。因为过了一阵子，痛苦跟烦恼又回来了。我吃的再少，还是会再有饥渴之欲。我抹去亲情、思念之情，还是会再浮现，一再反复。而凡夫俗子们就用喝酒来短暂忘却这些痛苦与烦恼，以此推知，修行不就像喝酒一样，只是短暂的躲过苦恼而已，很多问题还是一样的存在着。甘露问说，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道行不够深，等我们修到老沙门们的境界以后，应该就不会迷惑了？悉达多说，不，他们也不见得修好是空。有一次做法会时，我就偷看到老沙门们在做法时，还不是一再睁开眼睛去偷瞄美丽的女信众哦。是哦。悉达多接着说，此外，兔子被吃了以后，还是出生为兔子。穷人再怎么努力，永远都再生为穷人。那弱者、穷人哪来去奋斗向上的动机？如果守身无我、静思观想，是让自己从灵魂里去接受这种永恒的宿命，我认为这是不对的。所以，甘露，我的好友，我想跟沙门们的苦行修炼应该要结束了。甘露跟往常一样的附和着，悉达多，我完全认同你的看法。甘露又说，上次我们去村庄托钵化缘时，有听传言说有位大觉世尊出现了，他和他的信徒们就住在西边的一座园林中。听说他能用很人性化的方法停止生死轮回，使世人众生能够救难离苦，因此许多穷人、
富贵人都去成为他的听法弟子。于是他们商量后，决定去投靠世尊的教会，就去跟沙门带头的长老告别。没想到他居然大怒，破口大骂：“你们是忘恩负义的叛徒！”悉达多便使用沙门们所教他的法术，并念着咒语“欧拉玛西巴亚”，把老沙门催眠了。在迷茫半醒中，老沙门就答应了他们的离去。他们下山后，到河里洗去了2年多来身上的污垢，并且借助农家的帮忙，把头发剪去，胡子也刮干净。善心的农民也为他们缝制了简单的披肩长衫。接着，他们就相接往世尊的陵园而去。听到这里，玛丽亚娜笑着说：“这真是令人惊奇的旅程啊，是我们西方社会的人很难想象的。那个大觉世尊就是佛教的释迦牟尼吗？悉达多跟甘露他们2人后来都成为伟大的传教士了吗？”辛克莱笑着回答说：“让我再继续讲下去吧。”经由民众的指引，终于来到传说中的修道陵园，拜见了传说中的伟大修行者大觉世尊，也一如传说中的宽宏大量，他收容了他们2人。世尊清净安详，禅定静虑，无忧无乐。他隐约的微笑，像是健康的婴儿，又像是来自内心的圆满自足。他用清晰平静的声音，不厌其烦地解说他的道理。生命分为前世、今生与来世。今生的苦难是前世造的业障，而今生的行善是为结来世的果。轮回转换中，穷人贱民可因今生的积善，而在下辈子转世为富贵之人，反之亦然。同时，来世的生命体可以是人、动物、鬼或神，所以人们只要今生多修养，除恶业，多行善，就可以营造光明幸福的来世。玛丽亚娜惊呼着：“哇，他中心思想的因果观很符合人性呢！可抚慰苦难的人们，今生的苦难未必全是自己今生所做的过错所致，而且给他们带来希望愿景。只要今生持续除恶业，做好事，将会有美好的来世。”世尊教导大家要除去今生的恶业，贪、嗔、痴。贪是贪图欲念，嗔是事不如意时动怒狂言，痴是不明世间道理而执迷不悟。世尊不鼓励苦行修道，认为应行中道。他不认同用法术
或怪力乱神的手段来医治信徒的身心疾病。因此，能关切人生之苦的缘起，以如何解脱之道的世尊，在众人心中宛如黑夜中的一盏明灯，引导大家脱苦离难。悉达多和甘露深受其道理的感召，决定加入他的教会，继续修行。日升日落，冬去春来，不知不觉中，他们在世尊的教会里已经修行了3年多。这时，甘露除了修道之外，更热心于传道与公共事务，例如社区服务、救灾济贫、医疗卫生等工作，并正式皈依佛门。遵守体制又皈依正道的他，日后将成为人间佛教的一代宗师。悉达多则继续专注于教育与生命之关系的哲理钻研，向来执意反抗体制的他，则终将孤独地浪荡一生。悉达多苦心钻研，试图参透世尊的核心思想三法印：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。诸行无常，世事多变，物亦星移，因缘变化，所以不能执着于某个时间点上的事物。这个信念是容易理解的。诸法无我，一切事物皆依因缘而生，缘聚则有，缘散则灭。我的存在只是幻象，只是无我是要放弃哪一个我？是天生的本我，还是认知的自我？或是符合道德规范的大我，亦或是融入宇宙后的神我？涅槃寂静，不生不灭，不长不断，不来不去的境界。这时烦恼、生死、痛苦、人我等种种无明的火焰已熄灭，达到寂灭无染，这是修行的最高境界。问题是，人世上有这种境界吗？即使有，达得到吗？悉达多提起勇气去请示世尊，希望得到疑惑的开示。世尊说：悉达多，根据我这3年来的观察，你是个很聪慧、优秀的修道者。我的道你学得很快，懂得也很多，日后很有可能会是我得意的门生之一哦。有什么问题你说吧。悉达多问说：敬爱的师尊，如果我的言语冒犯到你，希望你原谅我的鲁莽。你的道透过你的谆谆言教，以恭亲身教，很能普度众生，帮助世人脱苦离难。可是这些修道者及信众们，他们已认识了他们的自我了吗？如果自我都还没熟成，就修炼无我，那应该是不对的吧？好像你是想用你的理想，把众生复制成同一个物种一样。悉达多又问：至于涅槃寂静，也很玄，很虚无。如果大家都达到这境界，那这宇宙不就消失了吗？师尊，你自己达得到吗？若连你都不见得达得到，那众生又何须往这个方向去修炼呢？对于这个挑战核心理念的冒犯，世尊先是眉头稍微皱了一下，但很快的又恢复到他一贯的祥和和宁静。他轻声的缓缓道来：悉达多，你果然聪慧异禀啊，超出一般的泛信众甚多。中原有位大教育家孔子，他主张有教无类，因材施教，所以对于一般资质的众生而言，
他们是不需要辛苦的去弄懂自我之后，才修到去求无我。他们只要教以简单的道理，并以身教来带领他们身体力行，就可以帮他们离苦了。世尊接着说：听过辟支火吗？他们是独自以因缘观智慧来证道的修行者，但由于他们个别的体验是独特的，无法以之来教导其他众生，而且他们也容易走火入魔，因为他们没有星辰的指引。你则不同，因为你修习过我的佛法，所以你可以离开三门去体验你的人生。去悟道了以后，你一定会在弘扬我的佛法上有重大的贡献。又是揪心的别离时刻，离开世尊的林园时，在小道旁，跟他多年的好友甘露，跟他离家出走共患难6年多的伙伴相拥道别了。此次分道扬镳，不知哪一年哪一天能再相逢，而在相遇时也不知是否还相是佛。然而钟鼎山林各有天性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同时此刻此时，内心更是一片茫然。第一次离家时，很明确的是为了跟沙门修行，在离开沙门时也有明确的目标，是来跟世尊学法的。然而此次离开却是毫无具体去向，也不再会有圣明的导师指导迷津了。也曾想过是否先回家探望父母，先休息一阵子再说，可是想到自己早已非昔日少年，好吧，即便是前途茫茫，是路多歧，也只能向前再说了吧。而即将走入悉达多人生的一代红颜入华农，又如何成为他极为重要的人间老师？即将到来的波涛汹涌红尘启示录，又将如何冲击他的求道之路？又要经历什么样的蜕变？接下来故事会怎么发展呢？且待下集分晓。希望你会喜欢这个故事，并请加入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并分享给你的亲友们。也欢迎你提供宝贵的意见，谢谢你，下次再见喽。